打喷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理现象，是身体对于鼻腔内刺激物质的一种防御机制。每当我们感受到灰尘、花粉、病毒等刺激物进入鼻腔，大脑会发出信号，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生理过程，从而产生喷嚏。这个过程涉及多个器官和系统的协同工作，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的眼睛会在打喷嚏的瞬间自然而然地闭上。这一现象引发了科学家们的好奇心，促使他们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解释和研究。要深入理解为什么在打喷嚏时眼睛会闭上，我们需要从生物学、神经生理学、进化学以及生理解剖学等多个角度来探讨。神经生理学角度，打喷嚏时眼睛闭上的现象可能与神经传递和协调有关。在感受到鼻腔内的刺激后，感觉神经末梢会将这一信息传递到大脑。喷嚏中枢位于脑干，与面部和颈部的神经元相连接。这些神经元之间的协调作用可能导致面部肌肉的收缩，从而引发眼睛自然闭合的动作。这种闭眼的反应可能是喷嚏过程中神经系统调节和协调的结果。保护眼睛的机制，眼睛是人体最为敏感的感觉器官之一，需要特殊的保护机制。在打喷嚏时，鼻腔内的气流和液体可能会带走微小的颗粒，这些颗粒有可能造成眼睛刺激和不适。闭眼可能形成了一种生理性屏障，防止这些颗粒进入眼睛，从而保护眼睛免受损伤。这种保护性的生理反应有助于维护眼睛的健康和功能。神经联系和解剖结构，打喷嚏和闭眼的现象还可能与神经联系和解剖结构之间的关系有关。鼻腔与眼窝之间存在着一些解剖通道，这种联系可能导致在喷嚏时神经信号在眼部和面部肌肉之间传递，从而引发眼睛自然闭合的反应。这种神经联系可能在喷嚏过程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使动作更为协调和有序。进化角度的思考，进化生物学的角度可以为什么在打喷嚏时眼睛会闭上提供另一种解释。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那些能够在打喷嚏时快速闭上眼睛的个体，可能更有可能保护自己的眼睛免受外部刺激物的伤害。这种行为可能有助于维持较高的视觉功能，使个体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寻找食物，避免危险以及进行社会交流，从而提高在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中的竞争力。生理变化和压力的影响，打喷嚏可能伴随着气流和液体的迅速流动，从而导致头部和颈部的压力变化。这种压力变化可能影响到面部和颈部肌肉，促使眼睛闭合。闭眼可能有助于减缓眼内压力的变化，保护眼睛的结构和视觉系统免受损伤。个体差异和习惯的影响，要注意的是，打喷嚏时闭眼的现象在不同个体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有些人可能习惯性的在打喷嚏时闭眼，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保持睁眼状态。这种差异可能与个体的神经连接、生理反应和行为习惯有关。综上所述，为什么在打喷嚏时眼睛会闭上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涉及到生物学、神经生理学、进化学以及解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研究。虽然我们已经提出了多种可能的解释，但要完全理解这一现象，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实验。通过进一步的探索，我们可以更好地揭示为什么在打喷嚏时眼睛会闭上的奥秘，同时也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人体生理机制的奥秘。在未来的科学研究中，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多关于这个神秘现象背后的细节，进一步拓展我们对人体生物学的认识。个体差异和文化影响，除了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因素外，个体差异和文化影响也可能在打喷嚏时眼睛闭合的现象中扮演一定角色。有些人可能天生更容易在打喷嚏时闭眼，这可能与他们的神经系统反应速度和习惯有关。另一方面，
文化习惯和社会行为也可能影响个体在打喷嚏时是否闭眼。在某些文化中，人们可能被教导在打喷嚏时闭眼，而在其他文化中则可能更倾向于保持眼睛睁开。视觉系统的保护和适应性。闭眼可能有助于保护眼睛免受强烈的刺激，例如打喷嚏时产生的气流和液体飞溅。这种保护性的生理反应可能有助于维护眼睛表面的湿润程度，以及眼睛内部结构的稳定性。此外，闭眼还可以降低外界光线的刺激，减轻对视觉系统的干扰，使眼睛更好地适应突然的光线变化。运动控制和神经连接。打喷嚏是一个快速而强烈的生理反应，需要大脑和肌肉的协调工作。在打喷嚏时，面部和颈部肌肉可能会紧密协调，以便迅速将刺激物质从鼻腔中排出。这种肌肉的协调可能会影响到眼睛的动作，导致闭眼的现象。这种神经连接和肌肉协调的现象可能是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确保在打喷嚏时整个头部区域都得到保护。进一步的研究与未来展望。尽管我们提出了多种可能的解释，然而要全面理解为什么在打喷嚏时眼睛会闭上，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入探讨。科学家们可以通过结合神经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和进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开展更多的实验和观察，以获取更准确的数据和信息。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神经影像技术，如脑电图 EEG 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 来观察打喷嚏时大脑和神经元的活动变化。这些技术可以帮助科学家更详细地了解神经信号在打喷嚏过程中的传递路径，以及与闭眼现象之间的关联。此外，进一步的生理学实验可以探究打喷嚏时眼睛闭合与面部肌肉收缩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可能的神经机制。总结起来，为什么在打喷嚏时眼睛会闭上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复杂问题。尽管我们可以提出多种可能的解释，但要全面理解这一现象，仍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我们有望逐渐揭示出这个神秘现象背后的真相，为人体生理学领域的知识做出更深刻的贡献。